大家好，欢迎回到任我行天下。今天我们开始我们的中欧之旅，第一站多瑙河边古朴美丽的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Budapest）。布达佩斯有多瑙河明珠的美名，虽说罗马帝国的时候这里就是潘诺尼亚省的首府，但一开始存在感并不是很强。当年匈牙利这块地方就是一个闻名的罗马和拜占庭和各种北方蛮族干仗的边塞地区，一直到1000多年前。突厥人一支的马扎尔人从乌拉尔山脉跑到这片地方，趁周边邻居忙着互殴站住了脚，成了现在的匈牙利人。后来匈牙利就一直和邻居神圣罗马帝国包括奥地利纠缠不清，中间还被奥斯曼帝国占了150年。匈牙利和布达佩斯真正的辉煌是在19世纪西西公主老公统治的奥匈帝国的那段时间。布达佩斯的主要景点在市区多瑙河两岸，河左岸也就是南岸叫布达，河右岸叫佩斯。现在连接布达和佩斯一共有8座桥，最有名的是这个地标网红塞切尼链子桥。据说这座桥是世界10大最美桥梁之一，1849年建的，是当年世界第一跨度的大桥。链子桥基本上就是在老城的正中心，以它为圆心，周围一圈打卡景点，咱们就一个一个的来看一下。第一个是大名鼎鼎的渔人堡。渔人堡是一段带楼梯和塔楼的白色城墙，新哥特和新罗马风格，就是尖尖的塔顶、拱形的窗户和厚厚的城墙和圆拱走廊，远看就是个童话城堡，是布达佩斯经典旅游景点，绝佳的凹造型拍照的地方。渔人堡是100多年前为了纪念马扎尔人建国修建的，7座塔楼就代表了开国的7个马扎尔部落。至于为什么叫渔人堡，是因为中世纪的时候，当地的渔民工会的民兵是负责防御这块地方的主力。从渔人堡上可以毫无遮拦地俯瞰多瑙河、国会大厦、多瑙河链桥，还有整个佩斯城。渔人堡旁边就是另一个打卡景点马加什教堂，这里是历代匈牙利国王加冕的地方，见证匈牙利历史的一座教堂。1867年，约瑟夫和西西公主就是在这里加冕成为匈牙利国王和王后的。教堂新哥特式的外观很抢眼，拍照打卡的人很多。教堂的塔楼是个看风景的好地方，多瑙河两岸风光尽收眼底。上塔楼要爬197级台阶，大家量力而行。从渔人堡往南走10几分钟，就是布达王宫，又叫布达城堡。王宫建在布达山上，有800多年的历史，是西西公主当年经常来住一住的地方。王宫12点有换岗仪式，喜欢仪式感的同学不要错过。王宫前面有个挺大的观景台，也是个看多瑙河、链子桥和佩斯城的好地方。王宫里面是博物馆，喜欢博物馆的同学可以看看，不是一定要进去的。布达佩斯的中央市场是全欧洲最大的市场，中餐厅布达佩斯那一季，黄晓明他们买菜就是在这里。这个市场有2层，一层是菜市场，2层是卖纪念品、香包啥的，还有餐厅。风景和建筑看腻了，可以来这里吃点东西，感受一下人间烟火。中央市场旁边的这个桥叫自由桥，也是为庆祝匈牙利建国1000年建的。这座桥很好认，通体绿色的悬挂铁桥。自由桥也是个布达佩斯地标，在桥上逛逛，近距离看看多瑙河，不错的。下一站，布达佩斯最大的教堂圣伊什特万教堂，纪念匈牙利开国国王圣伊什特万的。教堂2个96米高的钟楼非常有气场，里面的内饰是巴洛克风格，金碧辉煌，尤其是那个穹顶，气势不凡。这里供着一个非常炸裂的镇堂之宝，匈牙利开国国王圣伊什特万一世的右手，是真的手，木乃伊画的，恐怖又魔幻。教堂的穹顶是可以上去的，观景视角一流。看完了布达佩斯这边的国会大厦是一定要看的。这个国会大厦应该是布达佩斯上镜最多的景点了，是匈牙利最大的建筑，集巴洛克式、哥特式和文艺复兴式于一身。这个大厦一共有365个大大小小的塔楼，代表一年的365天。不过国会大厦怎么玩最好？远景的话，其实是从对岸的渔人堡拍效果最好。另外，晚上可以坐个游船夜游，从船上看大厦夜景也很震撼。
布达佩斯的夜景非常有名的，不光是国会大厦，晚上的渔人堡和大教堂也都别有一番风情。至于大厦内部，需要请个导游或者租个语音导览器，不是每个人都进去参观的。除了这些打卡景点，布达佩斯还有不少虽然不是必打卡，但其实不去也很遗憾的地方。比如，这个也是为了庆祝马扎尔人在匈牙利建国1000年建的英雄广场。广场纪念碑顶上是手捧加冕王冠的加百利天使，纪念碑下面是7座游牧民族首领的骑马雕像，两侧是对称的弧形展开的廊柱，柱子之间的14座雕像都是匈牙利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很气派的一个建筑。英雄广场背后就是城市公园，和很多欧洲大城市差不多，一个在市中心的大公园，本地人也会去散步、野餐、遛狗的地方。城市公园里还有个很大的温泉——塞切尼温泉，欧洲最大的温泉浴场之一。匈牙利的温泉浴场还是挺出名的，如果没有见识过这种室外洗浴大场面的同学们，可以去试试。从室内和室外，从温水泳池到室内药池，都可以体验一下。喜欢逛街买东西的同学们，布达佩斯有2条大街要去一下，安德拉什大街和瓦茨大街。安德拉什大街从西南端的伊丽莎白广场一直到东北端的英雄广场，走一趟要40分钟。两边有咖啡厅、饭店、剧院，还有各种奢侈品店、精品店等，很好逛。安德拉什这个名字的来源是安德拉什伯爵，就是那个当年和茜茜公主眉来眼去的匈牙利政坛青年才俊。安德拉什大街的西南端是伊丽莎白广场，也很可以逛逛。广场里有个匈牙利最高的摩天轮，走累了可以坐一下，舒舒服服的就把风景看了。瓦茨大街也是一条很热闹的步行街，当然商业气息也非常浓，不过这里的餐馆和咖啡馆还是值得试一试的。说到布达佩斯和匈牙利，就不能不提茜茜公主和她的老公奥匈帝国皇帝约瑟夫一世。奥匈帝国时期是匈牙利和布达佩斯最辉煌的一段历史。布达佩斯到处都是以伊丽莎白命名的地方，因为茜茜公主就是伊丽莎白皇后。布达佩斯的那个国家歌剧院也是奥匈帝国成立的时候约瑟夫和茜茜公主送给匈牙利的见面礼。茜茜公主在德国生长，在奥地利抑郁，在匈牙利潇洒。她特别喜欢能够放飞自己的匈牙利，经常给老公吹枕边风，说匈牙利好话。匈牙利人挺烦约瑟夫一世，但都是茜茜公主的粉丝。前面提到的自由桥，其实本来叫约瑟夫桥，它北面的那座桥叫伊丽莎白桥，两口子多瑙河上南北隔水相望，就是那么浪漫。伊丽莎白桥布达那边的一个小花园里，还有个茜茜公主的铜像。布达佩斯有2家咖啡馆，都号称是当年茜茜公主的最爱。一个是弗洛斯马蹄广场上的杰尔伯咖啡馆，因为茜茜公主常来，也就成了当地名媛贵妇扎堆的地方。另一个在布达区渔人堡旁边，快200年历史的鲁斯沃姆甜品店。其实这里主要是卖甜点，也有咖啡，装潢朴素很多，但一样古朴有味道。2家都是品味布达佩斯历史风情，顺便装文艺凹造型的好地方。说到咖啡，布达佩斯的咖啡文化在欧洲是有名的，大名鼎鼎的纽约咖啡馆也很值得看一下。咖啡馆在纽约宫酒店里面，食物饮品可能没啥特别，但真的是金碧辉煌，高调奢华，感觉就像是在皇宫里喝咖啡吃东西。去布达佩斯玩，因为主要是城市风情，一年4季都可以。一般安排2到3天的行程，可以和其他中欧城市维也纳、布拉格一起计划。另外，多瑙河游轮玩中欧，包括布达佩斯，也是个很好的选择。布达佩斯是个大城市，所以坐飞机、火车去都很容易，在城里公交、地铁也都很方便。出租 Uber 和 Bolt 也都有。这里推荐一个佩斯这边的2路电车，古早电车，沿着多瑙河开的，很好的观光体验。布达佩斯好吃的比较多，性价比也超高。挑几样最经典的，首推匈牙利的国菜炖牛肉，介于浓汤和炖菜之间，牛肉、洋葱、胡萝卜、土豆、辣椒粉、孜然等一起乱炖，错不了。还有红红的渔夫浓汤，鱼块、洋葱、大蒜、番茄和大量的匈牙利辣椒粉作为灵魂，又辣又香，
很过瘾。街头小吃兰格斯炸面包，炸的松软的面包饼，抹上酸奶油和奶酪，加培根、大蒜等，也要尝一下。另外，匈牙利的托卡伊白葡萄酒是号称酒中之王、王者之酒的顶级贵腐甜酒，到了匈牙利一定要来一杯。住宿的话，地图上的第1区、第5区、第6区和第7区都没问题。布达这边的第1区稍微安静些，其他地方热闹些。好了，匈牙利布达佩斯今天就聊到这里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多谢大家观看，喜欢的话别忘了点赞、订阅、评论和转发。